你以前在长沙干的事情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，怎么会忘了你？你知道今时不同往日啊。你和尹老板是一家人，我也是来和尹老板谈生意的，这是缘分。江兄，不如和我交朋友，对如今的你更有利。朋友重情，商人重利。裘德考先生是个商人，你出手相助，肯定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吧？做生意与交朋友并不冲突。你看，我们美国人在中国建了大学、医院、报馆，这都是我们愿意与中国交好的诚意。中国需要朋友，而不是主人。我们只想和你们合作互惠。我是做古玩洋行生意的，看中了湘潭到岳阳一带的老楚墓，我想独家经营这条线。宝物若能顺利出境，既能让中国珍宝名扬海外，也能换回真金白银，皆大欢喜。时代变了，你也要跟着变化才行。举步不前是会挨打的。出卖祖先这种生意，干不了。守住根脉，中国人才永远是中国人。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更何况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在看着我们，是个中国人，都不会做这个生意。也许让你理解，确实有点难度。根脉这2个字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送我去火车站。会長、奴の正体が判明しました。奴は長山の小美館、長慶山です。長慶山？変装してべっぴの帳場に潜入したと。これは職務放棄、軍権全焼、軍馬会にかけるべきだ。南京方面に連絡を取れ。ちゃんとした説明をしてくれ。はい。长官，日本外务省北平事务所刚刚来电，鸟取鸟局指控张启山，称其私换身份，蓄意挑起外交事端，破坏中日协定，要求即刻通报南京，严惩不贷，否则日方将上呈东京外务省，视其为政府层级敌对事件。这个事情或许还有转机，先不用上报。是。您为何要帮我？怕麻烦。你要是被鸟取抓住了，这件麻烦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麻烦。想过没有？假如你真的抢到了药，这件事情会就此了结吗？按照鸟取鸟居的脾气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是我太心急了。不过现在这样也好，我活不了多久，他也不用再盯着霍家。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呢？这个东西叫霉菌绿叶，英国人研制出来的新玩意儿，听说还在试验阶段。你胆子大的话，你替他们试一试吧。嗯。
您到底为什么帮我？我若是死了，这件事情反倒能更平静的解决，不是吗？如果一件事情要靠一个姑娘的死来解决，那新月饭店趁早关门也罢。您是个生意人，做事只看结果。没错，但是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，明知自己命不长久，却依然能够仰望前路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都在找一条活路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。未来的世界需要这样的人。哎，佛爷，你说这老六和老四怎么还不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哎，老六，老六，你没事吧？这儿的饭真他娘难要，还不如回场上。哎，老四呢？哎，老四！老爸，佛爷，像不像？有点像，会不会是？有可能。呼吸微弱，脸部干扁枯瘦，应该是体内有某种毒素，加上穿上道袍，难免第一眼会以为是仙退。哎呦，这真是太险了！你说，老五装成是仙退，让新月饭店捞出来，再送到北平去拍卖，那要是新月饭店没捞出来怎么办？被溪水冲到金沙江，直接水葬。我想他大概猜到了这一点，只能把命豁出去。他在赌他自己能否被捞上来，也在赌我们能否找到他。风险如此之大，要么是五爷活不下去了，冒死一搏；要么就是有一定要从那里出来的理由。可是，你说老五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他在知道自己昏迷之前，肯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线索呀，或者提示之类的东西啊。你说的对。副官，镊子。
确实是老五画的。这画的是个表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老五想表达的意思是跟时间有关。可是，到底是什么时间呢？日本人把五爷抓去，他又冒死逃出，怕是日本人已经有所行动。他或许是想告诉我们，时间不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，佛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东西的，哎，佛爷，佛爷，这不是你怎么给它吃下去了？这要出事怎么办呀？怎么了？不是他吃，难道我吃？他在箱子里，起码有多日。正常人早就死了，我们得找医生。五爷肯定是用了特殊手段，找医生应该没用啊。他现在如此虚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在里面，都怪我们太过于从容了。这次可能要害死他了。归西之法要求环境稳定，我还是懂一些恢复、维护的办法。刚才丹药吃下去，如果药效在，五爷现在应该已经在恢复了。我不信，啊，我放心不下。哎呀，你煞气太重啊！离远一点，我肯定能治好他。我江湖百晓生专治疑难杂症，用八角磨粉配烧酒，即可催发药性。我好一点，小心发炎。是。五爷还没醒过来。你在拍卖会上就已经非常不对劲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多年没见到。是的呀。如今，我该称呼一声罗掌管了。今天是来做么子更改啊？日本人在各地收罗我们的古玩纸法，这样呢，刚设了一个文化保管委员会。我呀，来谈谈的，总不能让我们老祖人的东西都落进外国人手里。嗯。陈明之，都是你，是不喜欢之前的名字吗？莫紧张，我晓得你是和老张一道来的，他还是身不由己，现实所迫，我过此来搏平，更单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想见见古人。罗兄百忙之中还来叙旧，一定是有要事相谈吧？镇阳正在拟定正所地方武装的调令，范围便于镇阳减制的招致，一律概删校写取缔。剿门就在其中。当年你我同窗，你长叹国无外患，亦有内忧。如今身居高位，规制调令一下，倒是比那些话要分量多的。身不由己啊！你讲的取缔要做到么子程度？如今外地虎视眈眈，何妨运不得已之嗜血吃肉？内部若不安稳，外部也非等当。像九门这样的绑匪，必然是去头鸟，一个都留不得。我是搞的。
让他过来找2盘菜，估计发现我们有问题的。佛爷，意外。你刚那在鸟区，认得他不？鸟区并非长居薄平，不好讲。你有没有觉得，隔着佐佐木这样一个人？鸟区会长，佐佐木君到了，说是您叫他来的，但是他喝得非常醉，我实在是劝不过来啊。他在哪儿？我带您去。佐佐木，醒醒！佐佐木，佐佐木，快醒醒！在这边，会长。おいおい佐々木等他醒，让他给我滚回驻屯军，自己领取处分。是。真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お前は大日本帝国的恥だ。对不起。他走了。走的。浪费的过早都好久。死有点僵哦，难怪我看陈皮头咸得很。看来中场休息过1个小时。发生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包厢里有不疼心肠的人？在下亚和月刊陈明之，冒昧打扰。是你？嘘。没想到会在国内碰到古人。刚刚用的药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让我的状态有点紧张，稍等一下就好了。你是真的戒不掉吗，费姆？没得他，我就无法思考。你稍微休息下吧。
霍当家，新月饭店的尹老板想请您喝杯茶。我可以不去吗？自然是可以。不过，霍当家，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，我家老板只约了您，您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一盏茶的功夫。尹老板，请。姑娘，我一直在等你，请坐。尹老板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今日竟然主动要求见我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找你来是为了感谢你，因为你提供的情报，在不久之前，我们得到了一批古董。九门和新月饭店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九门拿到古董到新月饭店来拍卖，但是这一次不同了，是你直接提供了线索，所以。这20万是应该付给你的酬劳，请姑娘收下。多谢尹老板。哎，等等，姑娘，茶还没喝呢，我还想问一些。关于湘西的事情，尹老板不像是关心货源的人。九门和小女是有关联的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清楚。这件事只和我个人有关，与九门无关。尹老板问错问题了。湘西那边到底有什么？我的情报只到这里。九门计划拍下那2只法宝箱，没错吧？您早就知道我的计策，那为什么当时不阻拦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只对结果有兴趣。好货对新月饭店就有利。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，姑娘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人往往最难了解的便是自己。或许我们也从未真正的了解过自己。我无法告诉您事情的全部，我想您也不会在乎的。我只能说，此举是为了救人。你为什么和日本人一起来的呢？因为这一次是为了救我自己。那看样子你和你身边的人有很多麻烦，即便是危机四伏，你依然可以利用新月饭店做局，很有胆识。我只是不想再被事情推着走了。那姑娘，你可以掌控全局吗？我曾经也这样想。我原本以为掌控了全局，就能让所有的事情回到正轨，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明白，有时候错，并不在于个人。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选定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因为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，人才不会迷失自己。
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谢谢您。那2个法宝箱才是关键吧？那2个东西里面只有2具古尸，你们九门要来干什么？也许我们也是等到看到了，才能知道缘由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张启山在不在？如果他在，我只能违背我女儿的意愿，替旭苑饭店的股东将他销售，以正规矩。尹老板如果真想他死，不是只需要出去看看，他不就无所遁形了吗？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不出去，不出去，他来或者没来，是否尊重西苑饭店，就无从考证了。而且我还想和姑娘说一些我能说的。2楼包厢里就有新月饭店背后的人物。新月饭店背后还有别的人物？有啊，是谁我不能告诉你。能背地里控制着新月饭店的人，其实普通人。尹老板还是关心女婿的。我今天就算想包庇，都很难。姑娘，你如果知道我在说什么，自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似雍容华贵，似神秘莫测，似癫狂小丑，似放浪不羁，可能都是面具而已。他们是来看新月饭店的规矩还在不在，看我做的好与不好。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，我也活不过今晚。你们在外面等我。霍当家，我们还是陪您进去吧。不用。可是那丁千岁一贯喜欢欺负人，我们怕。霍当家，让您来这一趟，真是让您受累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多谢。丁千岁，霍当家到了。哟，霍当家，劳你跑这儿一趟，真的该打呀。丁千岁就不必客气了。今日叫我前来，想必也不是为了叙旧，不妨有话直说。霍当家爽快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我听闻张启山和吴老狗联手了，他们要去医院底下找一支失踪的部队。我想请霍当家跟他们一起下去，得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要论这鸡鸣狗盗之计，千岁手底下人才济济。如今难不成都死光了？要我霍家当家替你去做探子？丁千岁，你虽然与霍家有生意上的往来，但这件事恕难从命。霍当家，你当真要走？这是你们霍家的借条，下月向我求借3000大洋。我若不借，你那几个姨娘又得来求我。至于怎么求，没了这钱，
霍家下个月能不能撑得住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如今这个世道，女人能活着多不容易啊！我们霍家能跻身9门是更不容易。这是我们霍家女人注定的命数，你要认命。我只是有些担心呀。你霍家毁了，你那些仇人要是来趁火打劫，你打算怎么对付啊？真嫩，都能掐出水来。仙姑，你这么漂亮，要是被那些仇家毁了，那我得心疼死了。你只要答应帮我下去做探子，这钱就可以借给霍家。不止如此，你们的债务也可以一笔了结。我知道仙姑不是普通人，懂得怎么做生意。吴老狗知道你家难缠的旧账吗？他若是知道，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对吧？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咱们就这么忍了？真的要听那个丁千岁的？我会处理好。这件事若去找佛爷，照规矩来说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找吴老狗，太难开口了。对啊，这个吴老狗，他上次轻薄了你，还扬言要追你，长辈们也极力反对。想必你也恨极了他，如今却还要求他，这可怎么办？别说了，你不会懂的。你真的对霍仙姑有信心吗？我不是对霍仙姑有信心，我是对吴老狗有信心。爱情总是可靠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爱情啊，也是最好利用的。往回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有个叫吴老狗的轻薄了你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要老这么说的话，以后我嫁到你家去，你家里人怎么看我？我倒觉得可以换个说法，比如说欠钱不还什么的。我是在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生气了？男人自然是喜欢来这儿。你来这里是为了见丁千岁，
可是每次见完他之后，你不高兴就会冲我发火。我这不担心你，所以来了吗？我出来不过半个时辰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个老不死的给我送了条子呗。丁千岁一直在这个楼里窝着，还那么关注张启山。再转。丁千岁要我跟着你和佛爷下去做探子。这个丁千岁对张启山还不死心呢。你和佛爷和好了？我和他之间的事，你就别管了。连你都瞒我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咱们俩成亲，我就什么都告诉你。现在不行，我还没有坐稳霍家当家的位置。那坐稳之后呢？可以继续吗？姓丁的居然敢让霍大当家当探子，他的人是死光了吗？先不说了，我得走了。记得佛爷下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等一下。这是东山楼的烟花，但却只能在太和楼看。你们霍家的人我不懂，但烟花是自由的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没人可以抓得住。明早8点下地，我等你。向左拧，向上抬一下就好了。你是换防文件？你不是亲兵，你是工程兵啊？那你换什么防？401，班长，他是401部队的。班长，班长，站住！不然我就要开枪了！